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om Talk。今天是华尔街丑陋的一天，很多人的美国自由经济信仰在这一天崩塌了。GameStop 引发的散户大战华尔街行动，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戏剧现象。被美国散户跟风买进的 GameStop 游戏驿站股票代码 JME， 1月27日收盘报 347.51 美元一股，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134.84%。盘中最高触及380美元。2021年以来 ，GameStop 的股价已经上涨了超过20倍。以 Robinhood 罗宾汉为首的几乎所有的美股电子交易平台，在1月28日上午10点几乎同时限制了散户买入 GameStop、AMC 等股票。国内比较热门的美股券商老虎证券、微牛证券也无法买入，但是卖出则不受限制。一时间 GameStop 的股价从500美元一路下跌到112美元。虽然说散户不能买入，但华尔街机构却依然可以做空、平仓、买入、卖出等等，没有任何限制。这就相当于把散户放在不公平竞争的位置。这就好比两个拳击选手上台比赛，当一方快要输的时候，裁判突然冲了进来，把即将取胜的一方双手捆上，理由是拳击是危险的运动，为了你好，我把你的双手捆上。GameStop 股价在到达低点112美元之后，却一路上涨到300美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部分散户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买入的能力了，能买的都是机构。难道是机构在看好这个股票，觉得100多美元的股票有价值？当然不是。机构只是在平他们的空仓而已，也就是说，在一路多空大战中，机构们根本没有停止过他们建的空仓，只是一路被散户打得落花流水，不停止损开新的空仓，最后趁着散户们逃跑的时候，终于割了韭菜450美元的空仓，平均225美元平仓，收益50%。GameStop 是全球最大的实体游戏零售商，在世界范围内有近7000家连锁零售店。除了售卖实体游戏卡和游戏机及周边，还会回收二手游戏后转卖赚差价。但是在互联网游戏的冲击下，实体经营的 GameStop 今年一直在走下坡路，其股价也从2016年的28美元一股一路下跌至2020年4月的2.57美元一股。不过，宠物用品电商创始人莱恩·克昂特别看好 GameStop，认为该公司数字化转型后可以成为数字界的亚马逊。莱恩·克昂的公司被全美最大的宠物商店 PetSmart 收购后，出巨资买了620万股苹果的股票，成为苹果最大的个人投资者，颇受市场关注。2020年8月以来，莱恩·克昂持续买入 GameStop 的股票，其股价一路攀升。2021年1月11日，莱恩·克昂进入到 GameStop 的董事会。1月12日 ，GameStop 的股价并没有多大的起色，但是从13日开始便一路跳涨。1月26日收盘报147.98美元一股。疑似持有大量做空仓位的做空机构香橼1月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为什么 GameStop 只值20美元的文章。GameStop 被高估，严重依赖实体店面经营。不过这些问题引来散户的一片骂声。以 Wall Street Bets 成员为首的散户开始在 Reddit 呼吁继续买入 GameStop 的股票，抱团挤出空头。香橼的社交账户也因为被散户举报而禁言，不得已在1月22日开设了另一个账号，称将不再就 GameStop 发表意见。有着125亿美元管理规模的对冲基金 Maven Capital GameStop 是其空头仓位之一，上周因遭散户的逼空而损失惨重，不得不向同行求救，最终被注入27.5亿美元才得以续命。与此同时 Wall Street Bets 发布的帖子还在不停地呼吁散户干掉卖空，买入 GameStop， 也有大量的散户晒交割单，盈利从几万美元到几百万美元不等，这进一步激发了散户的参与热情。一位市场分析人士称，此次散户逼空，除了买入大量的股票提高股价，还买入了大量的看涨期权，自带杠杆的期权才是逼空的主战场。Reddit 是美国最大的社区网站，其流量在美国排名第4，仅次于 Google、YouTube 和 Facebook。
Reddit 设有超过100万个子论坛，覆盖内容非常广阔，类似于中国的百度贴吧。Wall Street Bets 正是其中关注股票、期权、外汇等投资的子论坛，成立于2012年1月31日，目前拥有270万名成员。但是在1月28日已经有420万成员，一天之内增加了150万。不过成员的迅速增加也带来了技术难题。Wall Street Bets 在1月27日晚间短暂设置为不公开论坛后，现在已经重新开放注册。Wall Street Bets 上的帖子由成员自行发布，以分享投资观点、晒交割单和讨论交流投资心得为主。该论坛规则称，论坛不提供投资建议，不宣传推荐任何一只股票。成员禁止发布任何包含虚假或者误导性的信息，并以操纵证券市场为目的的帖子。不过 Wall Street Bets 每日的置顶帖子明天如何操作中有大量成员提供的操作建议，引来无数关注，如买入看涨期权，颇有大哥带头小弟跟风的特点。美国市场知名投资人 Chamath Palihapitiya 本周二在社交媒体上宣布，已经买入5万张行权价为115美元的 GameStop 2月看涨期权，此举引来散户的一片叫好。Chamath 是斯里兰卡裔的美籍投资人，早前在 Facebook 工作，后成立了自己的风投公司 Social Capital。据媒体报道，他很有可能参与竞选加州的州长。Chamath 被誉为硅谷最精明的投资人之一，也是早期比特币投资的关键人物之一，自称一度拥有全部比特币供应量的 5%， 还声称比特币可能在5年内飙升至20万美元。他的个人推特账号有100万关注者。针对华尔街对散户投资者在网络论坛抱团的指责， Chamath 在节目中予以反驳。他称，允许对冲基金卖空 GameStop 140%的股份是不负责任的。所谓卖空 140%， 指的是空头的净额，即某只股票当前的卖空股数除以已发行的股数。Chamath 认为 GameStop 的事件本质上是散户反抗华尔街建制派的一种方式。针对 CNBC 主持人所提出的 Wall Street Bets 成员不考虑基本面分析的问题， Chamath 说，去浏览一下 Wall Street Bets 的论坛就会发现，很多人在公司基本面研究上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，甚至比一些对冲基金的分析师做得更好。华尔街上的量化基金根本就不看基本面。 Chamath 还说，从特斯拉股价上来看，所有的对冲基金都错了，每个散户是对的。Chamath 长期看好特斯拉，重仓买入特斯拉。他曾表示，特斯拉就像早期的苹果公司，而马斯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爱迪生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可能会调查 Reddit 用户是否发表虚假或者误导性的陈述，那些发荐股帖的用户是否被相关股票的发行公司支付了费用，或者是被一些有意抬高股价的组织所雇佣，以吸引其他投资者买入股票。不过相关调查都可能耗时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，因为涉及用户 IP 地址和经纪人交易记录等。当 SEC 发现市场出现剧烈变化，或者怀疑有犯罪嫌疑人时，也可以加速干预。除了 GameStop、AMC、BlackBerry、诺基亚、蔚来等股票也都在 Reddit 等社交平台上有较高的呼声。目前这些股票都存在大量的空头头寸，但在 GameStop 的效应下，近日都被散户关注，而且有较大的涨幅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希望能够帮到大家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欢迎点赞订阅，并且点开小铃铛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，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